阿金这个人该否掉了，啊，他影响我们时间挺长的，人不放，我们总是侥幸，啊，现在必须要换思路，人该放，啊，该按那个治安处罚就处罚。秦总，您看这样行不行？视频侦查那边一直在努力找，但是也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。那赌场老板现在到案了，审完了，不是他干的，那就说明咱们之前的那些线索就都断了。咱们还是现在这样，以物找人，安排人员走访排查，民爆物品排查。你9公斤炸药这么大的量，那不是一般老百姓家里能存的。那周边好多厂矿、采石场什么的。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从矿上或者采石场里边流出来的可能性比较大，咱要不要把这个侦查方向往这边靠？好，我明天就安排去查炸药，我带一个队去查。查炸药很难，9公斤炸药，肯定是从那个正规矿里面那炸药流出来的啊。就算是有人知道。他不敢说呀，怕吃官司啊。对，秦总说的对，我们以往查炸药都是非常难的。所以啊，查询的时候要注意说话方式，把话要说清楚，把政策要讲明白，哎，我看这样吧，咱们再搞一个悬赏吧，啊，这个要发动群众，举报有奖励。悬赏额度定多少呢？越高越好啊！案子到这个程度了，就必须依靠群众啊。跟州里领导商量一下吧。好，100万呢，几辈子都用不完。是啊，这么多钱。我有线索悬赏100万，100万呢？你看看，这么多钱呢！我要有线索，我肯定去举报。100万呢？就是，那有线索肯定要去啊！没事就举报一下。100万呢，我要挣几辈子才挣。什么情况？杨队，我们在马家桥，这里有一个采石场，装卸炸药的时候，发现炸药丢了。过了2天，案子发了。他们想报案没报，地址发给我。好。杨队，啊，就是这些人，都是采石场的。这个是老板。老板，你们1个2个的，到底搞什么东西？啊！知道炸药丢了，为什么不报？我们冤枉啊！我们只是正常的装卸炸药，中间司机去上了个厕所，就去了5分钟，他回来就发现少了2箱炸药。过了几天，案情发了，我们就想到是这个炸药出了事，就想到要求报警。后来一商量啊。算了，干脆就不去报案。一报案，我们还是有责任嘛。你们这帮人啊，瞎搞！现在报案，是不是想要那100万赏金？啊？是不是？没有，布告上说的很清楚，主动说明问题。既往不咎，知情不报，最后反查出来是你，还要追究刑事责任。秦总，炸药试验做出来了，爆尸的那批炸药，跟案发现场是一批的，所以东西肯定是从这批炸药里流出去的。杨队长亲自去抓的人。就是卸炸药的时候，中间这人上了个厕所，就上厕所这会儿功夫，炸药边上5分钟没人。就是说，现在采石场上根本就不知道是谁偷的炸药，对吧？哎，对。
哎呀，这我也是搞了一辈子案子，哪个案子不是越搞越难呢？不过有秦总在，不要灰心，案子一定能破。谢谢您啊，沈老师，您是我们前辈，也是我们的榜样，我们也坚信这案子肯定能破。我来了1个星期了，2件事，一个是 DNA， 一个是阿金的事儿。秦总这个人呐，处理得非常干脆，是，不看行。没进的视频我查一下。这家伙进来了，你看，好，有看一下。杨队，天天摸排，袜子都走破3双了，都查了，一点线索都没有。是啊，有利益冲突的、民间借贷、私人恩怨，排了400多个人了，再加上社会关系，总共摸了上万个人了，确实是没有找到一点点有价值的线索呀。眼看就要过年了，什么时候是个头？还过年？我看这个年是过不了。就是啊，你说说，查来查去，一点线索都没有，是不是这条路走错了？杨队，吃苦我们不怕，你倒是给个方向嘛。闭嘴！秦总讲过，侦查破案，就是一个一个的否掉，再否掉，去掉错的，最后剩下的那个就是真的。这个案子碰到错的太多了，一个能直接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硬条件都没有，指纹、DNA 也没有，对不对？只能靠笨办法、苦办法，没有条件就找条件，用脚一步一步的跑出来。从现在起，把废话都给我吞在肚子里头，听领导安排，让干什么就干什么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哎，这一片谁负责？人呢？那片是赵彩玲负责的，她家有急事，刚回去。他跟谁请假了？哎呀，都说了有急事儿嘛。有急事啊？那谁家没有点急事呀？啊？还有没有点纪律啊？万一这片查漏了，线索刚好就出现在这里，那是不是所有人都白干了？哎呀，我们都来来回回翻了800遍了，怎么可能漏？我们就差掘地3尺了。不可能啊！那万一查漏了，你负得起责任不？我为什么要负这个责任？那片区域又不是我负责的。再说了，我们真的是来来回回翻了很多遍了，一点东西都找不到。你说我们在这儿做不用功有什么意义吗？哎呀，领导，我们也不是故意偷懒嘛。案子犯了，我们也很着急。但是你看，我感觉我们根本看不到一点希望，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。你看看那么多人，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？兄弟们，你们可以看一下啊，人家省厅来的专家，一个两个的，手都冻成了红萝卜，还不是一样在干？啊？秦总呢？还不是和我们一样，一晚上一晚上的熬。人家专家都不放弃，我们为什么要放弃嘛？大家都很辛苦，互相体谅一下。杨队，老赵肯定是碰着什么火急火燎的事儿了，你别上火，他那块地交给我们。辛苦了，
好，彩玲家有其事，你去看一下。秦总，哎，陆书记，哎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您坐，您坐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您说。州里呢刚刚开过会，州里面的意思呢，原本想马上过年了，年前把这个案子给结了。现在看起来呢，一时半会儿结不了。我们现场的办案人员已经连续工作10几天了，长期处于紧绷状态，大家都太辛苦太累了。而我们的现场的排查工作呢，已经事无巨细排查了2遍了。所以州里的意思呢，是不是能够暂时封存现场，释放部分警力，让大家休息一下？啊，你们是想撤？不能撤，撤了人气儿就没了。陆书记，我们不是想撤，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。您是觉得这个案子没有希望了是吧？还是觉得我指挥的有问题？真的不是，绝对不是，你千万不要这样想。我们只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，压力太大会把人压垮的。就包括你都累成什么样子了，还有你的腰。我没事，陆书记，你不用管我。哎，我没事。如果你是想让大家休息休息啊，这个我没有意见。但是我不走，我留下来，我留在清江过年。人都走了，精气神就没了。要保持这股劲儿。其他同志需要休息的话，您安排。哎，秦总，陆书记，就这么定吧，好吧？杨队，陆书记，哎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大家辛苦了。杨队，你马上安排一下，暂时封存现场，放大家休息。不找了吗？找，当然要找，只是让大家暂时休息2天，回去过个年。那秦总呢？他什么时候会赔清？我来安排。秦总不走。不走？对，秦总说怕他走了精气神散了，还有他的腰伤，也不适合长途奔波了。秦总不走，我们也不走，对不对？哎，我说杨队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大家该休息就休息嘛，一个个又不是铁打的。等过完年，我们再干。书记，秦总也不是铁打的，他带着病还坚持工作，我们更不能脱岗。这个秦总讲的对，他一走，精气神就散了。我们就是秦总的精气神，我们不能散。对，不能散。好，那我也不走，我跟大家一起在这春节值班。我跟州里头说，谁都不撤，一个都不走。
在案子最困难的时候，我一度不确定能否如期破案。这一刻，看着这样的队伍，我强烈的相信，此案必破。啊，行好。明白了。行，我转告秦总，一会儿我们下山，那下午见吧。好，挂了啊。辛苦啊，江叔，辛苦！好久不见啊！哎呀，你这什么指示啊？整这么紧张？指示是给秦总的，你就别打听了。你说你就待这2天，带这么大个箱子，什么时候回去啊？你耳朵怎么样了？啊？啥耳朵啊？清江这个案子，上级领导有指示，领导要求咱们专案组春节不休息，您在这指挥，需要什么支援，听你全面支持。老赵担心你的腰，让我给你带了些药，庄总让我给您问好。谢谢。哎，秦总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我这次来跟庄总已经打过招呼了，我想留下来。你留下来啊？那总队那边其他的事怎么办？那边有朱俊杰呢，我想把小郭踢回去。小郭？为什么呀？他能回去吗？庄总的意思吗？不是我的意思。那怎么了？小郭他耳朵有个老毛病，只要压力一大，他就听不见，很长一段时间了。我想让他赶紧回去把耳朵治一治。江处啊，你什么时候回去啊？咱们这简报，领导不放心，你手里给带回去也挺重的啊。行，跟你们聊啊。小郭，你收拾一下，明天回去过年，这里我盯着就行了。啊，我回去过年？我不能回去啊！案子办到现在，我一直盯着呢。再说你情况你也不熟，你接替我不可能。有什么不熟的呀？这来之前我都已经做过功课了。哎，这都是那个按周分的啊，顺序你别弄乱了啊。哎，我问问你，你说的这些是庄总的命令吗？不是啊。那不是，我更不能回去了。咱大伙儿都商量好了，谁过年也不回去，秦总也不回去啊，都不回去。完，我一个人回去过年去了。让你回去你就回去吧。不是，你凭什么让我回去啊？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？啊？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？你耳朵撑不住了。我怎么撑不住了？我是耽误工作了，我还影响谁了？我跟你说，不是庄总命令，我哪儿都不去，明白吗？我让你回去，我是你的处长，我命令你回去。秦总，
回去。哎呀，行了行了啊，好了好了，回去把耳朵治好，再过来，好不好啊？我来，给我。哎，龙队，谢谢啊。你就踏踏实实跟秦总干吧。春节我替你值班。值什么班？值班啊！回去赶紧给我好好治病去。那个，秦总的腰不好，你好好照顾他，每天他都得出来散散步，出来溜达溜达。以前都我天天陪着，接下来就靠你陪了啊。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哎呀，没事啊，回去好好给我治病。时间没了啊，没事没事。慢点开啊。哎，秦总，那小郭这个病根是怎么落下的？前几年办爆炸案留下的后遗症，这压力一大，这老毛病就犯了。这已经好多天了，也没敢跟你说。这老婆打电话过来，谁说话也不听，这只能换成我来做了。他刚才还嘱咐我说，你每天要陪着你散散步，然后照顾好你的腰。我没事，我没事。侯叔，我看你们互相之间的感情还真是深厚啊。以前我一直觉得，你们省厅的人都高高在上，互相之间都是端着的，没想到你们有这么深厚的战友情、兄弟情。龙队，你把我们想成什么样了？咱们都是兄弟，平时在省厅吧，纪律相对来讲可能严一点，我们平时都不称兄道弟的。但是我们出现场那生死一线的事儿也没少碰着，尤其我们这些搞爆炸的。哎，就刚才那个送我那江山，他有一次出现场，情况特别紧急，就没来得及做排爆，直接就上了。那车刚开到楼下，那整栋楼整个是炸了。真的啊？那还有领导坐车里呢。所以说啊，能走到他们这个位置的人，就这些人。你不说是大英雄吗？那肯定也是出生入死的。佩服，真的佩服，都不容易。我觉得，只要你们在这里，这个案子一定能破。那。同志们。今天呢，是除夕夜。算起来呢，我们大家一起朝夕相处，并肩作战已经很多天了。我们不仅努力工作，大家彼此之间也有一定的感情。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，大家聚在这里，就在这个现场，过一个战斗的除夕，难忘的除夕。虽然我们在案件的进展上遇到了一些困难，但是我相信。有上级领导全力支持，有秦总在这里坐镇指挥，更重要的是有我们全体干警的奋斗和奉献。我相信一定会取得胜利，一定会看到曙光。秦总啊，今天实在有点不好意思，除夕我们没有什么大餐，我们带来的都是我们当地的特色菜。这很丰盛了。按传统习俗啊，过年吃饺子，我们呐吃粑粑。你看，这个是红豆粑粑，这个是绿豆粑粑。哦，秦总，这个特别好吃，这个好吃的很。哎，很好吃的，今天请大家尝一尝。那我们还是请秦总也说两句。那我要站起来说啊，首先要感谢这个陆书记啊，到这个我们现场指挥部来，跟大家一起过年。这个带来这么多好吃的，这些地方特色非常丰盛了啊。
另外今天呢过年了，山上条件差，气温低，大家也不能回去团圆，辛苦了。我谢谢大家，那个大家就吃好喝好，好吧？然后今天呢，好好休息，好好放松，这个过个年，然后明天一早我们再干活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我们先谢谢陆主席。好，谢谢陆书记，谢谢秦总，谢谢小楚啊，谢谢秦总，谢谢陆书记，谢谢了啊，谢谢秦总。我给大家拜年，大家过年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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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年好。秦总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说这大过年的，领导们连个电话也没有，也不说慰问一下咱们这些一线同志。你这是不懂好人心。你要在外面办案子，领导3天2头给你打电话，你什么心情？这打呢就是不放心，不打就是放心，对吧？打不打都放心。秦总，这个现场咱们都已经勘察过10遍了，过筛子过了10遍，可还是啥都找不着。你找不着，在我外面往那边扩大一下搜索范围。这个地方我都仔细勘察过了，这要是一直往外扩的话，确实是有困难。只要有必要，有困难也要过，把周围那全都砍了。今天让大家好好过年，过完年再说。好。哎，秦总，干嘛去啊？我转转，看看周围环境。那我陪你不？不用，你去陪他们。慢点啊。新年快乐！爸爸今天回不去了，是小曾。怎么样？吃好吃的了没？喂，家都吃完了。做什么？这可是你最爱吃的哦。对了，最近学习怎么样啊？好，不说学习。马上过年了，我记得听妈妈话啊，该收拾。那我等我任务结束。记得晚上的时候。你在哪儿呢？大家好啊，我外面呢。海田海州放花呢，李文也在。我听到了，还挺热闹的。你吃饭了吗？吃了，我们大家一块儿吃的。吃饺子了没？吃了。你那边也有饺子？有饺子吗你？怎么没有？陆书记亲自送过来的。什么馅的呀？
红豆馅儿的。你就逗我玩吧你。红豆馅儿。哎，你那边怎么这么安静啊？我一个人出来了，看天呢。你在哪儿呢？在哪儿看天呢？我在爆炸现场。哎，你别说，爆炸现场归爆炸现场，这天是真美啊！我躺在这儿，看满天的星斗，太美了。你那边的天有月亮吗？说话呀！说话！哎，不对，你说你躺着，你躺哪儿了？你的腰可不能躺地上，我跟你说，你是不是躺地上了？你快给我起来！川儿，川儿，秦川，秦川。川儿，哎，你干嘛呢你？半天不说话。我在看烟花呢，真漂亮。妈，是我爸吗？爸。哎，爸，我们刚刚在这放烟花呢，老漂亮了。是秦爸吗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免提，免提。秦爸，新年快乐！爸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大忙人，新年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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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中心爆炸点。按照之前爆炸物可能扩散的范围，画了一个500米的圈儿。现在看来，再往外扩200米吧。好嘞。喂，金总，情况怎么样？这些天又往外扩了200多米，把找过的地方又重新找了一遍，还是没有。这个案子啊，说实话就是结硬债、打呆仗，找不着接着扩，接着找，我就不信找不着。队长，遥控器，这儿有个遥控器，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在这儿，这儿。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我的天哪，居然是完整的！真是太不容易了，真是太不容易了。你辛苦了，小江。最辛苦的是那帮特警小战士，这大冬天的在野外待了20多天，太不容易了。
你赶紧让他们撤回来吧。这个案子经过这么长时间，今天算是，有点感觉了。赶紧把它装进来。哎，我觉得咱们啊，还是有点运气的啊。这个遥控器没被炸坏，如果被炸坏了，这个案子可真就一点条件都没有。是，赶紧送去做 DNA 检测。回来的路上，我已经给曹阳打过电话了。他说这东西在外面将近1个月的风吹日晒，又是雨又是雪的，这上面的痕迹可能破坏很大，要把东西带回培兴做。哦，那你走之前把那个型号代码抄下来，发那个协查通报，让那个侦查员赶紧去查。是，各组注意，现在下达摸排命令，从今天开始，刑警队全体侦查员、各派出所民警全体出动，在全市范围内摸排4种遥控器产品：汽车、摩托车、电动车、工业用遥控器产品，比如遥控车库门、遥控水泵这些。晚上8点，汇总报给我。哎，兄弟，麻烦一下。你看一下，这种遥控器有没有？没有。你看仔细一点。真没有。这种遥控器有没有？没有。发现立马给我们打电话吧。好嘞。赵老师啊，您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？主任啊，这个真的难了，都已经做了3天了，这个东西风吹日晒都快1个月了，它又不像其他的编织品，多少可以渗透进去一些。这个东西表面相对光滑，所以提取非常不容易。郭鑫，你看看还有什么其他可能？我也觉得比较困难，但是秦总他们在前面太难了，这案子一点条件都没有，没有指纹，没有足迹，那么大个现场就找到几块指甲盖大小的电线皮，还有一些碎元件。这个遥控器是费了多少人力才找到的？哎呀，就是你说的这些情况，大家全明白，但是呢，你做不出来，你就是做不出来。那我再过去一趟吧，做不出来我也得亲自过去跟人家解释一下。我们工作出了那么大的错，让人家秦总受那么大的压力，我真是没脸见他。我们中心 DNA 的人全上了，赵老师也来了。做不出来是吧？这试了3天3夜，实在是做不出来。好，那谢谢你们，辛苦了啊。好。哎呀，江儿。这个 DNA 走不通，那咱们就换别的打法啊。还是要以物找人。首先要判明这个遥控器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啊，有了针对性，到时候也好找。第二呢，要扩大侦查范围。这个赌场是清江最大的赌场，人呢都是周边好几个县的，
那说不定犯罪嫌疑人就藏在周边这几个县里，也说不定啊，他们为了逃避侦查，故意跑到别的地方去买这种遥控器，不是没这种可能。所以我想请这个州里的领导出面，请一个专家过来，来看一看这个遥控器啊，它到底是什么上面用的，来缩小侦查范围。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你好。林涛啊，我看了，这是个摩托车的遥控器，这上面看不太明显，底下你看，适配电压12伏。哦，叶教授，您为什么这么肯定它是个摩托车的遥控器，而不是汽车的呢？哦，这很简单啊，汽车有喇叭、有门、有灯，遥控器功能多。它的继电器啊，不会只是这几个，而是一排，出来的线头呢也比这个多，所以呢，可以排除是汽车。然后啊，它也不是这个电动车，电动车的电池是几组，电压高，一般是36伏或者是48伏，摩托车的电池是1组，所以根据电压就可以排除是电动车。这个电动车啊，它和摩托车，遥控线虽然差不多，唯一的区别在于电压。真棒！你看，还是得请专家来。哎，小江，你记一下。好啊。那叶教授，那你再看看这个摩托车遥控器，能不能找出一些特征点啊？就是能看出它是哪儿生产的吗？这东西啊，不是一般的遥控器。叫摩托车双向遥控器。什么叫双向呢？一般的遥控器，比如我一按那个，车就锁上了，车接收到信号就动作了。而这个遥控器呢，它还有接收的功能。车动作以后还会传递一个信号到我的手上，什么意思呢？这是一个高级的遥控器。你动了车，车本身啊就会对这个钥匙发出一个信号，然后呢，你手里这个遥控器就会震动。就是它可以回传信号。是。那个有这种功能这个遥控器啊很少，价格也卖得很高。按专家说，这个东西销量不会太大，那就还是要扩大范围啊，方圆200公里都要派人去查，看这个东西哪有卖的啊？好。老板，老板，跟你打听个事儿啊。这种遥控器呢，摩托车上用的，双向报警的，你这里有卖的吗？没有。那你见过哪家有卖的？没见过。你进货的时候，知不知道哪里有卖的？不知道。好吧，谢谢啊。哎，龙队，又来查什么呀？我们又进了太阳花的蓄电池，你还要吧？你长的什么脑壳？我们查案子又不是做生意，你想得美呀你！我还想把我们剩下的卖给你呢。正好，你看一下，这种遥控器，摩托车上用的，双向报警，你这里有没有？没有。那你见过哪家卖过吗？没有。要不你去别家看一下。哎，龙队，我帮你打听一下，有我就跟你讲啊。好，有消息给我们打电话啊。哎。杨秀那边来通知了，周围100公里都查过了，没有。
周边的区县一直不报，得想办法催他们一下。我再发一份协查通知，以指挥部的名义发，让大伙把手头上的工作先放一放，全力以赴查这个案子。嗯。团处，我收到协查通知了，我们的人都派出去了。我现在马上到新宇，可能离清江200公里。啊，你放心啊，我亲自去查。哎，停一下，停一下。老板，你看有没有这个？哎，我这里好像有这种遥控器。200块一套，有点贵，买的人不多。你这有多少套？有2套，我全要了。好。多少钱？400。400。郑处长，可以确定，就是这款金刚明盾的遥控器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谢谢啊，叶教授。这个产品在泉州只卖出了18个，我们把18个人一个一个的查了，都没有可疑情况。这个遥控器呢都在，人呢也都正常。我认为啊，还是要从这个遥控器入手，接着往下查。不是都查过了吗？还怎么查嘛？有没有查漏的？有没有卖过没有做过记录的？这个怎么查嘛？卖掉了没入账，可账跟东西是对得上的，那说明这里没漏掉哪样东西嘛。那怎么不能查呀？啊，我让你们查的是账啊，还是东西啊？你账是对上了。可是我案子没破呀，只要案子没破，当然要查了，这有什么问题啊？现在这个是我们唯一的线索，那怎么能放弃呢？秦总，我们不是不想查，问题是查什么？去哪里查？怎么查？那平常一般的案子，查1个不是2个不是，第3个不是，那第4个，那基本上就是了。我们这个案子1个多月了。下面不断有线索上报，不断查否，不断报，不断否。先是阿金，然后是 DNA 失误，又是蓄电池，又是遥控器。哎，真的搞得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我还是觉得阿金嫌疑最大，就不该放掉他。对，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阿金干的。如果说不是，那么就一定是采石场的人干的。没关系啊，大家都说说，想说什么说什么，畅所欲言。但是你说阿金这个人啊，很明显不是他啊，就不要考虑他了。你说采石场人干的，你这个是从那个炸药那儿来的，抄近道，不能这么下结论，必须得有过硬的证据。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，我心情跟你们一样。对于你们来说，可以说客观。讲难处，但对于我标准只有一个：案子不破，你们这些理由都不成立。我为什么要坚持挨个查，要重新排查？就是你们上报那些材料里面，其中就有一个没见着老板，听边上人说的，这里面就有可能忽略掉什么？不是老板卖的。那我们现在掌握这个东西哪儿买的？这东西不常卖，谁卖了，他都会记得。你们说这么重要的线索，
不应该接着往下查吗？行了，今天这会就到这儿。你们回去都想一想啊，这个摸排组回去复盘，明天重新开始摸排。秦总，我们能问的人都问过了，就是没有结果。散会。02年的时候，我跟秦总一起办过一个案子，我们整整在那个案子上2年。这个时候是真年轻，整夜的熬夜不睡觉。我也是1年没刮胡子，那胡子长得都影响吃饭了，可我就是不刮。这干咱们这行的，得有点定力。那个时候，武英德老师在，曹忠树老师也在。还有其他的领导专家，一到周末就来我们专案组，我们也是吵啊、争啊，一次次崩溃。这最后，还是秦总找到针尖那么大的线索，把案子给破了。我觉得咱们现在这个案子也到了那个时候了，迷茫，没有方向，这每个人都在出高招，今天往东，明天往西的，整这么几下。整个队伍的人心就涣散了。这个时候，就得看秦总的定力了。但我相信他。强叔，我听懂了，我不会动摇，我们新疆的兄弟们也不会动摇，我们听秦总的。让我们怎么干，我们就怎么干。对。秦总，都下去了吗？去了，但都有点懵，不知道该怎么找。阿静儿，你说咱们这个案子会不会烂尾啊？跟清江两岸一样，清江两岸16年了，很让人崩溃。秦总，这就是大家担心的，他们不是不想干，是怕。我知道，你怕也得干呀，啊！现在我们这个案子源头就是遥控器，说卖了18套，18套全找着了，可这遥控器它现在就在案发现场啊，这怎么就查不到啊？怎么可能啊？有没有可能是别的渠道？有没有可能啊，在别的区域卖的，或者是假冒的，或者是就是这个厂子，他们为了市场竞争就自己打自己，弄了个品牌。然后委托加工厂，啊做的产品有没有可能？都有可能啊，所以很有可能漏啊。首先要弄清楚这个厂子，甚至弄清楚这个行业的这个销售渠道和规律，这不都得查吗？查完之后，汇总上来讨论得结论，不应该这样吗？我也觉得这里没有查漏的。那你刚才说的这些话，会上怎么不说呀？你大不了你就直接拍桌子骂人，挨个骂，骂完之后都下去给我干活去。那不行，我不是他们直接领导，不能骂，因为我没有机会面对面的去疼他们。人呢？啊？杨队，你来了？知不知道要开会？来了嘛都，我去门口叫一下。都几点钟了？哎，开会了！干什么嘛？杨队来了，快点快点！
早都来了，都在门口呢。就这个样子，怎么破案？快点吧！快点，快点！快点，快点！交下后面的。资料拿过来。开会啊！这个我们工作都在这儿了啊。指挥部找到了云城厂家，啊，这个厂子啊，外包了加工厂，他们自家给自家贴了4个牌子，啊，4个牌子，前面18个，只是其中的1个牌子。这个厂家呢，专门派人送来了账本。这个销售渠道和记录就在这里。指挥部呢，下令摸牌组重新查。这下是有活要干了，啊！这是不要命了。这个哪个行苦，就找哪个干活了。金明海，你把这个资料翻拍一下，整理成这个 PDF 文件，发到群里头。你们一个一个的啊，就拿着这个文件，给我去干。你是怎么了？你受刺激了？对，没错，就是他。一个是兴奋，二一个呢是刺激，三一个呢长见识，长见识，四一个呢就是虽说现在不知道结果会怎样，但是就是我觉得啊，当刑警有意思，有意思。我当了快1辈子刑警了，但是这一次我感觉好爽，酸爽。干活！你把那个给我拿过来，给我拿过来。干活，走。酸爽。走吧，走吧，干活。老板，我打过电话的。哦，这次查这4个牌子，你看一下啊，第1个，第2个。记得清吗？记得清。第3个，第4个。这4个牌子我们经营都有2个，一共进了4套，卖出去了3套，还有1套在在这儿。卖出去的3个人的名单、电话在这儿。这儿，有没有这种可能啊？就是卖出去没留电话姓名啊，或者是留的假名呢？不会，因为是免费维修，厂家要求做联保。好，我拍个照片。那个拍一张。我们这里是进了1套，就是没有卖出去。这个买的人不多，有点贵。我拍一下吧，啊，
秦总、江处，我们一共花了3天的时间，把单子上的销售点都摸了一遍，按照销售点提供的资料，把买这个产品的人呢，都对了一遍，这个东西呢都对上了，人呢也都查过了，没查到什么疑点。秦总、江处，我们行动组呢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摸排，我们和杨队呢是分了片的，我们这一片的牌子呢，我们都摸了一遍，人也见了，也是没有，这是摸排记录和谈话记录，也到派出所做了备案。这可怎么办？啊？怎么办？就真的一点招都没有了吗？杨队，你觉得还有什么可能性？要我讲呢，要是可能的话，就是油商，因为有一些油商啊，他就背着这个东西到处推销，走到哪里推销到哪里。但是这个东西都没有留档，没有办法查。要不这样，咱就笨办法，咱们按照之前画好的范围再查一遍。可以。老杨，我明白，这都第3回了，你有情绪，这都正常。咱们现在不是查到4个牌子吗？咱们就把清江市以及周围的区县，再统一拉一张网。这次咱们把网拉得密一点，把卖摩托车遥控器的地方，还有修摩托车的地方，再重新查一遍。我就不信了，这次一定会有结果。就这4个牌子。明白了，兄弟们，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。指挥部命令我们再做一次排查，这一次是这个第3次拉网排查，大家也不要怕难，怕苦。这一次，我们统一按这4个牌子，划定清江市区和周边区县，拉一张网。统一再查一次，把网拉密一点。都打起精神，看下门口那块牌子，兄庄两岸，对不对？我们清江两岸16年了，一直破不了。这一次，领导这么重视，就是给我们一次机会，明白吗？明白吗？是明白的，问题是查什么？怎么摸？怎么查嘛？怎么查？就是把走过的地方再走一遍，肯定有漏的。有的时候多问几句话，多走几步路，线索可能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这样子，你们跑市区，我和龙队跑区县。离市区远的地方不重视，我和龙队亲自跑，你们2个人一组，划片。明天7点钟开始行动。如果最后案子破了，
哪个牌漏了，哪个就脱警服，知道不？知道不？知道了。你到那边，我到那边。老板，开水有没有？老板，帮我看一下。杨队，没有。我们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嘛，好饿啊！好吧，你把车开到县城最热闹的街道，找个地方吃饭，然后到处找一下。好。谁是老板啊？我是。哦，老板，哎，开水有没有啊？开水有。哦，加点水嘛。行，好嘞，谢谢啦。不客气。生意怎么样？生意马马虎虎呗。马马虎虎。哎，你们是看点东西是吧？啊，这个就是那个摩托车那个遥控，随便看啊。这些我们都有。遥控器。是。好，谢谢啊，老板。问一下啊，就是1月9号前1个星期左右的，有人来买过这种遥控器没有？这种啊，有啊。长什么样？记得吗？我还是记得的，印象有点深。是2个人。为什么印象深？你买我这东西吧。我看一下嘛。你东西都不买我的，你还耽误我做生意。我去摩托车去了。哦哟，怎么回事？这脾气还大得很。我和他说。老板，你看吧，这个是我的警官证，我们是警察，查案子的，配合一下吧。我就说吧，这事情出了这么久了，好像是跟遥控器有点关系来着。哦。警官，你刚才说，我说。为什么印象深？是这样的，一般人买这个东西啊，都是骑摩托车来的，然后呢，让我们给他安装，很少有直接买了拿回家的，因为不会安装嘛，如果线接错，车子就坏了，这个人来买这个遥控器呢，他直接拿起就走了，还不让我们给他安。哦，对了，他买了2套，我们平时一般卖就只有买1套的人多嘛。还有这个人，他们进来的时候啊，买东西这种方式很特别。为什么特别？你想嘛，一般人都是问价格便宜的，对吧？他是问贵的。哎，他说要贵的，质量好的。我进这批货的时候啊，没有经验嘛，是从油商手里进了几套。结果一般的遥控器就是几十块钱，100把来块钱。这个东西呢，虽然啊。不能多，230块钱，一直都卖不出去，就砸在手里了呀。这谁知道来2个傻子嘛，我就把这个所谓最贵的就卖给他们了。还有，我想起来了，他们在买这个摩托车遥控器的时候啊，还买了2块电瓶。电瓶？我这个店是没有电瓶卖的，所以我还是去别家给他拿来的。是什么牌子？什么牌子？是不是太阳花？好像就是太阳花。老板，这2个人有什么特征？你能记得清不？特征，一高一矮，口音的话是龙山镇的。对，那就是龙山镇的口音。龙山镇。你这里有监控没有？监控我倒是有，但是。没有保存吧？看一下嘛。
那看一下吧。你监控保存几天？7天。7天啊，时间太短了嘛。然后它就自动覆盖了。那你们看，就这个角度。这个，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？上午、下午？什么时候来的？我记得是下午2点多。2点多。好嘛，谢谢了啊！哎，不客气了，我们走。走。哎，水杯。生意兴隆啊！谢谢啊！好可惜。没事的。哎，龙翔，你看那边宾馆有监控哎？监控也不是这个方向，是那个方向。走，看一下。啊。宾馆视频保存的时间应该比较长，应该会有，可能还会照到这边啊。老板，我们是警察，查案子的，需要你配合一下。你这个监控保存多久？我们呢还是保存比较久。好，看一下。哎，好。好。你看一下是1月9号前1个星期左右的，下午2点多，一高一矮2个人。哎，等一下，是不是这个？杨队，我去喊老板过来看，好不好？好。老板，老板，快点，过来看一下，那监控找着了，找到2个人，你认一下，是不是那2个人？好，谢谢啊，看仔细一点啊。快，看一下，仔细看一下。哎，就是这2个，我记得的，就是他们。确定？确定。秦总找到了，秦总找到了，在溪水找到的，2个人拍到了脸，杨队他们找到的，赶紧把资料传回来，赶紧落地，快！是，赶紧把资料传回来，赶紧落地，快点，赶紧的。大家动作快点！廖云豹、廖文虎一个村的，远房亲戚，前后屋挨着住的。你们去前屋，我去后屋，同时抓，免得把人吓跑了。不要动，站住！看一下，这是我的警官证。叫什么名字？廖云豹。靠近。怎么样？有没有？没有。怎么样了？龙队找到了，是这个吗？就是这个。带走。快点，老实点。把他带走。走。不对，物证也找到了。走。叫什么名字？姓名？
多大年龄？知道为什么抓你来这儿吗？1月8号的晚上，你在哪儿？还有1月9号的下午，你在哪儿？嘴巴特别硬，什么都不讲。江初，这个我看还是从龙山镇调人来吧。看样子他是吓坏了，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嘛。快调人过来，快！我也去。你们继续审。秦总，秦总，廖云豹家找到了15公斤炸药，实验出来了，跟现场的是一批。查明白了，这2个人，一个叫廖云豹，一个叫廖文虎，是本家叔侄。廖云豹以前偷过汽车，所以对这个店挺明白。廖文虎以前偷过保险柜，这对这个电呐、炸药什么的也都整得挺明白。说是村里的小能手，在家里面这个顺电呐、电线什么的都是自己整，所以懂电。所有的一切都符合。廖文虎是个比较憨厚的农民，他什么都听廖云豹的。就这2个人，给我好好审。是。我一看你这个脸啊，我就知道你是不会说的，是不是？那好，我们今天啊就讲一下你家里有哪些人。看来今天无论问你什么，你都不会讲，是吧？我也知道，你呀，也是不容易，都是为了讨生活嘛。我家里还有2个女儿，1个儿子。儿子还小。我家爸爸年纪也大了。为了讨生活是不容易，但是你也不能干坏事啊！我好像认识你，是吗？哈，我也是龙山镇的，以前啊，在镇上派出所当过民警。我们在哪里一起吃过饭呢？是不是？在镇上当民警啊，谁家里面有点事，我们都会去的。比如牛丢了，有人打架了，还有啊，谁家里有个红白喜事，我们都会去做一做。好，我们现在先讲点正经事吧。你的这个事情啊，我直接跟你讲了吧，你供是个死，不供也是个死。你要是供出来了，还可以死得安心一些。10几条人命啊，你不可能不死的。你要是供出来了，我们还可以给你想办法，把你儿子给保护起来。要不然呢，你把人家给炸死了，那别人知道那是你家儿子，把他弄死了怎么办？我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想的，想供吧，又不想供；不想供吧，又想供。从现场很多证据来看，
我们呢也是可以起诉你的。这个直接证据很重要，那法院呢可是很看重的。我们从廖云豹家里找到了还没有用完的炸药，还有找到了你们去买遥控器的视频。要不然怎么会来找你抓你呢？这个人呢还是要讲点良心的啊！你供出来了就可以解脱了啊，要死也死得安生些嘛。哎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嘛？啊，你弄出那么大的事情来啊！你看你也不像是这样的人啊！一下子死了15个呀，你就真的这么心狠吗？你现在想的是你儿子，那别人家的儿子就不重要了，别人就不找你麻烦了。别这样了，你问吧，你问什么我都讲。我讲了，你拿去立功。但是，我有个要求。